元郎，镇府石碑呢？你炼制成功了吗？我差一点就能成功了，仙人为何要这样戏弄我？龙族，你们机关算尽，到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宝藏有缘人，这是老天不想让你们得到。青羽大哥，恭喜你，仙府是你的了。那些散邪散魔怎么都想不到，是我控制镇府石碑陷入地面，这下算是挫了他们的锐气。幸运的小辈，心性不错，竟没用正殿的禁制杀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将仙府的攻击禁制和机关撤走了，免得你胡乱操纵，伤了自己性命。这青羽仙府也算不上珍贵，送给你也罢。另有一物，才是我隐藏在仙府中的真正仙宝。不过想要得到它，你的实力、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，就看你的命数了。丽儿，丽儿。还活着的人，恭喜你们过了第2关。青羽大哥，你在哪儿？实话告诉你们，镇府石碑就是个幌子，一旦被炼化，就会触发禁制，将你们传送到这里。你们为了争夺镇府石碑，死了不少人吧？好一个逆阳仙人，竟然用一个镇府石碑让我们无谓的厮杀！师弟呀！别气馁啊！为了嘉奖你们，从现在起，你们便有了争取真正仙宝的机会。而这个仙宝可是比整座仙府还要珍贵10倍不止。3番2次戏弄人，我看根本就没什么仙宝。你这狗屁仙人还想骗我？比仙府珍贵10倍！若真有这种宝贝，你真会给我们？你就是想找个由头，看我们自相残杀，是不是？在介绍真正的宝贝前，我先郑重地自我介绍一下。我，逆阳，仙界仙帝，人称逆阳仙帝。仙界分为3个层次：天仙、金仙、玄仙。每个层次分为9级，一旦突破玄仙境界，就有资格称为仙帝。而我，则是8级玄仙。单论玄仙身份，在整个仙界都算罕见，更别说8级玄仙。这可是仙界的至高存在，能够踏入8级玄仙的仙府，即便是死也无憾。本以为这仙府顶多是个金仙留下的，没想到竟是8级玄仙的仙府，让我们失算了。逆阳仙帝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要嘉奖我们，为何将我和丽儿分开？既然至宝如此珍贵，前路自然越是危险。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条路，左边通往桃花源，右边通往黄泉路。桃花源中元灵之气非常浓郁，而且无比安全，是个修炼宝地。
你们一旦选择进入，就会被困在其中，直到飞升才能离开。至于右手边，便是通往充满死亡危机的黄泉路。一旦你们踏入黄泉路，便会发现身体犹如被大山压着一样，举步维艰。功力越强，重力越大，同时还会有威力极大的天火、天雷干扰你们。只有通过黄泉路的人，才有资格得到仙宝。1个时辰之内，你们必须选择，到底是安稳的在桃花源修炼，还是踏上危机四伏的黄泉路夺宝。遵从自己的心，在做出选择前，你们无法和任何人联系。祝你们好运。若是被天火和天雷击中，以我目前的修为，绝对会灰飞烟灭的。可是，选择在桃花源中等待飞升，少则也要耗费上百年。这样，找到丽儿的希望不就更微乎其微了吗？富贵险中求，这是我翻身成为最上层散魔的唯一希望。拼了！我们兄弟3人还有1步就到大成期飞升了，不必做无谓的牺牲。一入黄泉路，生死受天控，你可要好好拼命，不然死了可是什么都没了。丽儿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小贝，别以为可以靠速度穿过去，好好在黄泉路上享受煎熬吧。最先通过的人，才有可能抢得至宝。滚开！别挡我的路！该让开路的是你！
身陷迷雾时，直觉定生死。长桥的尽头就是出口。给我闪开！莉亚！小贝，你胆敢逆天而行！失去了莉儿，我要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你一心求死，我成全你。秦羽，你这个混蛋！小贝，让开！秦羽，你个蠢货！好好的仙王你不要，总回头路来找死！和你不一样。你是为了那姑娘吧？真是浓情蜜意。
可惜还是要去地狱做鸳鸯了。丽儿，以后你就叫我丽儿吧。你和我从小所见的那些人都不一样，你既然知道危险，还要冒险迎来敌难。况且我也提醒过你，即便你全力以赴对抗天劫，都不一定能安然归来，更别说有敌奈阻挠。刚才某人很丢脸哦，竟然还哭鼻子。我陪着你。丽儿，丽儿。青玉大哥，我看到天火把你，我还以为……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伊达，你刚才不是被天雷？我看到你被劫去杀了。我没死。每人眼见都不相同，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？有胆选择黄泉路的人，恭喜你们！死即是生，生即是死。黄泉路内岩浆河流看似厉害，但不管你们是被天雷击中，还是掉入岩浆河流，亦或是安全穿过，最后都会到这草原，不会受丝毫伤害。不过，若是去了那桃花源，那里才是真正的黄泉。我的三位叔叔。水柔、月燕，死有余辜。你们已经通过了我逆阳的考验，我逆阳的藏宝阁便向你们敞开大门，你们尽管放心取宝。不过，能拿到多少仙宝，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。
仙符、宝贝，通通都是我的。扫一扫这个二维码，或者搜索星辰变官方，有仙帝宝藏、神级装备的漂亮展示。蓝星海，穿云间，情深诉，语音绵绵。一回眸，如初见，繁星醉了那一夜。你一个凡人也配谈天道？